陆老，您名下的庄园、跨国银行股权、私人港口已核算完毕，这笔家当足以买下半个欧洲。买下半个欧洲，哼！我赢了整个世界，却唯独欠你一条命。晚清，黄泉路上，我来还债了。这是1926年上海滩，我重生了。姓陆的小瓷轮，哎，别装死！今天不把四海商会的500块大洋拿出来，老子剁了你的手脚喂狗！别打他！求求你们别打他！他还欠多少我来还！晚清，真的是你！美女救英雄，行，没钱拿人抵债。这小娘们长得水灵，绑了送去百乐门卖了。我跟你们走，放过他，从此我和他再无瓜葛。再敢乱动，我杀了你！你吓唬谁？欠债还钱，没钱，老子连你一块活劈了！卖去窑子，扣掉劳保、抽中和调教时间，你们商会最快也要大半年才能收回500大洋。那又怎样？总比一分捞不着强。给我3天时间，3天后连本带利，我还你1000大洋。拿老子寻开心！不用废话，生死状拿出来。3天后日落，钱不给，命归商会。现在滚！算你有手，少一个子儿，我扒你的皮！撤！程峰，你疯了吗？1000大洋，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起啊！你是逼着我们3天后一起去死啊！相信我，晚清。陆成风，你放下，那是我唯一的陪嫁，是留给我们以后的孩子的。你是不是又要拿去赌场？你把它还我！晚清，看着我，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我发誓，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水头浑浊，有履劣，死当，顶多给你5块大洋。5块大洋，堂堂汇通当铺，竟把这尊药水货当成乾隆王窑。哪里来的小子敢胡言乱语？这可是我花1万块大洋重金买进来的乾隆御用青花瓷。瞧瞧那底足，胎火未尽，釉面咬出的痕迹连浆气都没挂稳。这消息要是传进古玩公社，你这招牌保不住，东家还得请你去黄浦江底歇息。你最好是说对了，否则明天黄浦江就是你的埋骨地。被人调包了，没想到被你看出来了。你小兄弟，你今天帮了我大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金字招牌可就垮掉了。做笔交易，这只玉镯死当200大洋，买断你们当铺的几10年声誉，算算划不划算？小兄弟言重了，200大洋交个朋友。哼，给我去查，到底是谁把乾隆爷的御用瓷器调包了，抓住他，扔进黄浦江。哪儿来的要饭瘪三？保安呢？赶紧打出去 Get lost. This is no place for you. When you're open for business, the customer is king, and I, sir, have money. 200 silver dollars. Deposit the entire amount, apply 100 Bex leverage, and go full margin short on May delivery cotton cern.
Execute immediately. 疯子，满大街都看涨，用100倍杠杆做空，大盘稍微一动，他就得爆仓。这种人一有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见多了。黄皮小子，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祝你好运。Poor guy， 睁大你的眼睛，准备见证奇迹吧。还没有哪个花国人敢这么对我无礼貌，上帝会惩罚他一无所有的。哟，陆老弟，发财了啊！哥哥我知道家新开的窑子，走，我做东，咱们去快活一下。好啊，带路吧。陆成风，你以为真会给你3天时间筹钱？500银洋的局就是为你做的。秃鹫大哥发话了，今晚就恕你老婆。至于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果然是你捣的鬼，看来你是等不及上来送死了。给我剁了他！老子前世经历过军阀乱战，打过小鬼子，是从死人堆里一路杀出来的，就凭你们几个烂番薯。不关我的事儿，都是秃鹫逼我的，就这么把责任都推给你大哥，看来你也是个不忠不义的小人。我今天就做好事，帮你大哥好好教训教训。哼！不，别，我错了。老板，要只烧鸡，多刷蜜汁。我太太爱吃甜的。我去打个电话，等会儿来拿。狂妄的陆先生，棉纱今天开盘就一直在涨，现在的价格距离你的爆仓线只差最后0.2个点了。只要再波动一下，你的账户就会被瞬间清零。准备好跳黄浦江了吗？昨晚上我死去的老爹托梦给我，说会给我一个惊喜，你信吗？程峰，3天时间到了，要债的快来了，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出去躲一下吧。也许以前我是个烂人，但是请你相信，以后的我值得你信赖。所有事情我来解决。程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变了吗？在这等我，我去办个事情，马上回来。
早点回来，我怕。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女人，没人能动你分毫，谁动谁死。完了，爆仓了，一辈子的积蓄都没了。Cash out。抱歉，陆先生，盘面乱了套，线下交易所里没给你。按1890合作法，恶意冻结账目4同诈骗，1分钟内拿不出2万大洋现金和本票。我保证明天法庭传票送到英国领事馆，你的下半生就在监狱里过。每人50块大洋，子弹上膛，护送我回家。林书记，这是今天早上有人夹在书店门缝里的，里面是花旗银行的1000块现大洋本票，不注明的，1000大洋，这足够保障我们整个上海地下组织大半年的活动经费了。查到是谁送的了吗？没有，送信人手法极高明，避开了所有眼线，面除了本票，只有一张字条：微薄之一生俯首拜教援。员，星火燎原，好大的格局，好深远的目光。林书记，这位同志落款叫教员，咱们中央机关或者特科里有哪位领导同志的花名台号是教员吗？从未听说过。教书育人谓之教员，这位同志不仅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恐怕还在下一盘大棋。收好经费，这件事列为绝密。时间到了，姓陆的瘪三跑了，弟兄们，进去把那小娘们绑了，明天迈进百乐门。都别过来！你们谁敢踏进这个门半步，我就死在这里！给脸不要脸，江湖规矩，人死债消，大不了剁碎喂狗。给我上！红头阿三！真是1000块大洋，1000块，连本带利。跪下捡起来，然后带着你的狗滚！姓陆的，别以为雇了几个巡抢就能骑在老子头上，今天这事儿没完！我教教你，什么叫没完。往后，这条街姓陆，再有不长眼的东西赶来，自己备好棺材，杀无赦。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回来了，从今往后，偌大上海滩，再无人能让你流一滴眼泪。陆先生，这套法式洋房连同里面的全套家具，总价5000块大洋，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您看，全款，去办地契，户主写我太太的名字。谢陆爷赏饭吃。陆爷您气魄非凡，您比我见过的那些青帮大亨都要精神。
成风，你干什么？放我下来！干什么？这里是我们的新家，我们当然要庆祝一下了。高端香皂被英国颐和洋行垄断，普通百姓只能用洗完掉皮的劣质土肥皂。大华香皂厂，这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挣钱机会。哎，快走，快走！丁力，我们青帮的保护费你也敢不交，找死！老大，跟这小刺仔废什么话呀？弄死他！来呀，娘西皮！我丁力就是骨头硬，低不了头。我竟然遇到了传说中的江湖大亨丁力，现在的他还只是个卖梨的底层烂仔。小赤佬敢当街动刀子，当巡捕房是吃白饭的，抱头跪下！各位差爷，他的保护费和医药费，我陆成风替他给了。改天我亲自到巡捕房，请你们总捕头喝茶。陆先生，您破费了。既然认识我们总捕长，那就是自己人，还请陆先生在总捕头面前多美言几句。好说好说。你们这群瘪三看清楚，以后不准在丁力这里收保护费。得罪了陆先生，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陆先生，您为什么帮我？想不被人欺负吗？想在上海滩干出一番事业吗？明天上午去城郊大华香皂厂找我。我真的能在上海滩立起来吗？厂长，目前市场上都在卖洋人产的香皂，工人们扬言3天内发不出工资就要拆了厂房。让他们再等等，实在不行我就去借高利贷，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要与厂共存亡。另外，你继续去街上贴融资传单。厂子虽然破，但锅炉和流水线都是现成的。有了这现成的底子，只要加上我脑子里的现代化学提纯工艺，一定能超过洋货，做出现在市场最好的香皂。我的机会来了！这位先生，您这是？福安老先生，我很敬佩您发扬国货的精神。我帮您保住这个厂，你所有的债务我来平，原班工人全部留下。您继续做厂长，我再给你10%的净利润分红权。老板，我孙福安这把老骨头以后就卖给您了。记住，咱们厂的名字以后就叫洛神集团。陆先生，我来了。阿丽，好样的，我带你去个地方。师傅，麻烦您了。陆先生，我就是个跑江湖卖水果的，您不用对我这么好。阿丽，人在江湖，能在一起就是缘分。我们一起闯荡上海滩。老板，您指哪儿，丁力打哪儿。用浓盐水进行3次盐化，洗掉减肥液，加入活性炭，高温脱色。神技，这简直是神技啊！老板，咱们洛神集团有这宝贝，定个1块大洋的天价，绝对能把洋行按在地上打。不卖1块大洋，我们只卖3毛。我要让整个上海市的传统日化行业在1个星期内寸草不生。
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我洛神集团的正规雇员。每天早上8点，不管卖出多少货，底薪1块大洋；卖出10块香皂，额外提成1个铜板，上不封顶。都给我打起精神！老板给钱，咱们就得拼命。谁敢不守规矩，我的斧头不认人！老板，您花重金买断了全城报纸的头版，却连产品介绍和地址都不写，这不是白花钱吗？这叫盲盒，买的人拆开前永远不知道里面是哪位水浒好汉。只要谁能集齐108将全套卡片，就可以凭卡来工厂，无条件兑换100块现大洋巨奖。100块大洋？没错。但是这108张卡片里，及时雨宋江我只印了10张。想要那100大洋，他们就会像疯子一样不断买我们的香皂，甚至在黑市上炒高卡片价格。这就是人性中不可抗拒的赌徒心理。老板，我感觉我们要起飞了。明天一早，我要让洛神2个字响彻整个大上海。好，好。洛神香皂真是了不起，又香又亮。你最好说的是香皂。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谁敢往前挤，别怪老子手里的家伙不认人。以前在街头拿刀拼命，连顿饱饭都混不上，现在跟着陆先生混，不用见血，还受人尊敬，这小日子真舒服。洛神香皂售价3包，另外，本店今日首创尊享会员卡制度，一次性预存5块大洋，不仅享受免排队专属通道，以后买香皂永远打8折，还附赠1块绝版女郎香氛。我要抽会员，别跟我抢！我中了，我开出豹子头林冲了！老爷，这是今天上午商会旗下3家日化厂的流水，销量暴跌了80%，全上海的人都跑去买那个洛神香皂了。我冯敬尧纵横上海滩3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洛神、盲盒、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上海滩做生意，不懂规矩，赚得越多，死得越快。去查查这个姓陆的到底是什么来头。如果没背景，晚上请他去黄浦江吃饭。5万，足足5万3千块大洋，我卖10辈子里也卖不了这么多。别用以前那种4柱清册的记账办法了，太慢了。这叫复式记账法，左边记资产的增加，右边记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有借必有道，借贷必相等。果然，你这种办法比以前好用多了。大嫂，您真神了，这账目连我这种粗人都能一眼看明白。丁主管辛苦了，兄弟们的奖金我明天一早就会鬼发下去。陆老板，生意兴隆啊！我们家冯先生今晚在全聚德设了晚宴，请您务必赏光。老板，冯先生是上海滩青帮大亨，您的香皂动了他的利益，恐怕来者不善。要不要我去集结兄弟们给他拼了？别紧张，传统的黑帮买办，真以为摆个鸿门宴就能挡住现代资本的碾压？文明人不用在街头打打杀杀。备车，咱们去教教这位冯会长怎么跟现代资本做生意。
坐。年轻人有脑子，能想出洛神香皂这种赚钱的花招，不错。哼，但在上海滩水太深，你把握不住的。我冯某人爱财，今天给你指条明路。冯先生出资1万块现大洋，收购你们洛神集团80%的股份。以后你乖乖听话，冯先生保你在法租界横着走。如果我不签呢？不签，明天太阳升起，整个江浙沪将没有一家工厂敢卖1滴油脂1斤10箱给你。你的香皂连1个铜板都别想运出上海滩。在我的全球供应链面前，你那点江浙沪的地盘不过是井底之蛙，靠垄断原料，黑帮逼迫，这种传统的封建买商模式，早就是被淘汰的工业垃圾了。你想封杀我？好啊，我都接下来。还有，我来的时候命人给上海早报捐赠了2000大洋，他们待会儿会对我独家专访，我现在很忙。阿丽，我们走。敬酒不吃，吃罚酒。老板，出大事了！全上海滩的油脂厂、屠宰场全都不肯卖1滴油给咱们。他们说谁敢跟洛神做生意，冯敬尧就要谁的命。咱们库府里的原料只够生产半天了。传统的就买办，思维只局限在传统小农供应链上，根本不知道在现代资本家眼里，整个世界都是供货商。丁力，备车，去花旗银行。老板，咱们虽然缺原料，但也不能把厂子和洋房都抵押了，去借洋人的高利贷啊！月息3分，这利息吃人不吐骨头。我要的就是高息，放出风去，就说洛神日化走投无路，借了高利贷，准备在黑市以高于市场价3倍的价格强收一切可用油脂原料，发臭的下脚料也行。3倍价格收废料，做出来的香皂底裤都得赔进去啊！照做。陆先生，鉴于您近期在化工行业的亮眼表现，我们银行决定扶持你进一步发展，所以这次10倍杠杆拦截棕榈油章船的计划，我个人破例批了。这是荷兰棕榈油章船的改签单，请您签字。航线改签的难度很大，你帮了大忙了。干得不错，詹姆斯，你将得到我终身的友谊。我的荣幸。利用杠杆在海外订购的3000吨工业级廉价棕榈油到了，3倍价格收废料的鱼饵已经抛下。冯敬言，就看你的胃口有多大了。借洋人的高利贷，3倍价格收废料，那个姓陆的到底还是太嫩了。我要让他连一块肥皂皮都做不出来。只要我扫空废料，高利贷的利息就能压死他。洛神香皂就是我的了。传我的话，动用商会账面所有的现金流，去四海钱庄再借50万大洋，派人去江浙2省，用双倍价格把所有的猪板油、发臭下脚料全部给我收进仓库，一滴都不准漏给姓陆的。是。冯敬尧恶意囤积民生物资，哄抬物价，号外！冯敬尧发国难财，吸老百姓的血！该死的臭流氓头子，恶霸！老板，这品质比国内的猪板油好1倍不止，价格连1/3都不到。全部运回工厂，连夜开工。这次不加精油，加入最廉价的皂角粉和去污剂，直接用糙纸包，只印2个字：洛神。不加香精，那些太太小姐们不会买账啊！谁说我要卖给太太小姐？上海滩有上百万在泥泞里打滚的劳工，我要做去污力极强、便宜到乞丐都买得起的肥皂，把冯敬尧连根拔起。你怎么洗得这么白？你用的什么香皂？就那边车上买的洛神香皂啊！
比外面市场上那些香皂好用多了，还便宜。那我也去买些回来试试。我也要去，我也想要。陆成风根本不缺高档原料，双倍价格收废料是个坑。我的几十个仓库塞满了臭油，现在一文不值，资金全断了。老爷不好了，老爷不好了！银行经理带着巡捕房把公馆大门堵了，他们要我们立刻归还50万的抵押贷款。放肆！他们敢催我的账！陆先生，这是冯氏商会名下沿江的3座深水码头以及6家大型日化厂的地契。冯先生说了，只求您高抬贵手，用30万大洋收购，给商会留条活路，还银行的欠款。30万？他冯敬尧以为现在还是他定规矩的时候。陆先生，这已经是白菜价了，求您了。告诉他，我只出20万，拿了钱。把厂子里的烂账全部清空，明天日落前还不签字，就不要钱了。我混迹街头20年，为了不被收保护费，都要打得头破血流。老板动动手指，就把高高在上的冯敬言按在地上摩擦，真是了不起。今天我们洛神日化开业庆典，上海滩日化行业的半壁江山都邀请过来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程峰，外面这么多人，我好紧张啊！别紧张，你是我陆成风的女人，你比大英女王还尊贵。恭喜陆兄，恭祝陆兄大展宏图！陆先生，咱们又见面了。詹姆斯。上次海运商船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阿丽，帮我照顾一下詹姆斯先生，我去就来。欢迎各位来宾参加我洛神集团总部落成的开业庆典。前面好像有一群人，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啊。来呀，不怕死的就上！老板，这人是个高手，要不是被围死，这几十个喽啰根本不够他打的。阿丽，救人！这个人我们洛神集团保了，识相的赶紧滚！马永贞，多谢先生救命之恩，敢问先生姓名？洛神集团陆成风，你的武功很好，但双拳难敌4手，留下来帮我吧，我带你闯荡上海滩。哈哈哈哈哈哈！有钱住旅馆，没钱睡马路。我马永贞一路从山东扒火车过来，就是为了闯荡上海滩。今天开始，我就是洛神集团的人。去，给我把堂口里最精锐的枪手全调出来！帮主，咱们在租界动枪，恐怕……怕个屁！姓陆的这几天每天去新码头视察，给我埋伏在必经之路上，我要把他连人带车打成马蜂窝。有埋伏！老板当心！坐下。这玻璃竟然能防弹！我苦练30年的铁布扇，在这些火器面前，来拿层窗户纸都不如。老板，巡捕房的警哨响了，那帮孙子要撤了。
只挨打不还手，从来不是我的规矩。丁力，去查清楚这次袭击的主谋，通知兄弟们擦亮枪管，准备清扫垃圾。老板，查清楚了，这次街头伏击绝不是四海商会那帮平时只知道拿斧头乱砍的街头卫猛能搞出来的作风。说说你的看法。太规整了，运煤卡车卡在路口的时间，刚好是我们车速最慢的盲区，两侧的火力点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交叉十字网，把退路彻底封死。巡捕警哨一响，枪手顺着提前搭好的木板桥，从3条不同弄档分批撤退。四海商会那个光头旗是个文盲，绝对想不出这种战术。你猜的没错，这叫口袋阵，是正规军在巷战中才会用到的战术。查出制定战术的人了吗？我买通了巡捕房探长，拿到了四海商会内部线报，他们半年内新招揽了一个白纸扇居师，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叫许文强。热血青年许文强，终于等到你了。这小子现在泥菩萨过江，光头旗现在暗杀失败，被巡捕房抓取了几个弟兄，再加上许文强一直反对光头旗卖大烟，光头旗借此机会把他软禁起来了。什么燕大高材生，害得咱们折了3个兄弟。帮主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挡咱们收利钱的财路，早晚得被陈黄浦江。我以为能用学识唤醒民众，结果连未婚妻都保护不了。遁入帮派，想寻找立足之地，这群流氓却只认钱和地盘，我一定不能坐以待毙。谁？你的枪口抬得太高了，在室内近身战中，这种角度很容易被人反关节卸枪。你到底是什么人？外面那2个看守呢？要不是我的暗杀计划被光头旗改得面目全非，怎会失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今天来是拉你出泥潭的。陆老板，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你们资本家和流氓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凭脑袋抢，一个是凭体力抢。我许文强就算饿死，也绝不给你们这种吸血鬼当走狗。吸血鬼，许文强，你的眼界太窄了。你以为靠写几篇文章，带着学生上街喊口号就能救国？至少我的骨头是硬的。硬有什么用？当年你面对军阀机枪时，你的口号挡住子弹了吗？你的未婚妻倒在血泊里的时候，你的那支笔救得了他吗？文强，替我自由。落后就要挨打，匹夫也能救国。我可以帮你实现梦想，来做我的居师。我的一切资源你都可以调用。等以后称霸上海滩，去祭奠你死去的未婚妻。光头旗下了死命令，明晚他要在堂口摆鸿门宴，当众把你乱刀砍死。陆先生，我许文强今天开始替您做事，请多多关照。老板，您真要让他做军师？几天前他还在算计怎么要咱们的命。阿丽，如果我真想要你的命，那天在十字路口，你们的轮胎就该被埋在地下的炸药爆破了。我留了后手，因为我不想给光头旗卖命。现在，我们都是为陆先生做事。从今天起，洛神安保集团正式成立，许文强任总参谋长，负责情报与管理；马永贞任总教官，负责近战搏杀；丁力任执行大队长，负责带队冲锋。是。文强，说说你的计划。我们要去招募快饿死的底层苦力和军阀退伍兵，他们没有帮派背景，渴望活下去，只要给出优厚安家费，就是最忠诚的卫士。规矩3条：不准碰大烟和赌博，绝对服从命令。每个月10块大洋底薪，如果战死，洛神安保供养他们家人一辈子。
老板，刀已磨快，3天后是光头旗60大寿，他发话要派人砸了咱们洛神工厂。既然他急着找死，那就拿他这颗人头来祭旗。徐军师，兄弟们正在到处找你，你今天竟然还敢自投罗网，说一个我不杀你的理由。帮主，暗杀失败是那陆成风狡猾，给车装了防弹玻璃。但我手里握着一个能让商会吃下洛神集团全部家底的绝密情报，这是我将功折罪的筹码。说，陆成风为了打价格战抽干了现金流，他刚成立的安保队因为发不出安家费在闹内讧。今晚大华工厂防守是个空壳，里面压着几10万大洋的存货和现金。好，信你最后一次，明天是我大寿，我就把他的摇钱树拔了当寿礼，把最精锐的300个刀斧手集结起来，今晚子时荡平大华工厂。帮主料事如神，这帮废物连门都不敢守了。帮主威武！弟兄们，冲进去，抢到的银元全凭本事。别慌，把火把点起来！埋伏了，冲进厂房里肉搏！去给老板发信号，垃圾清理干净。今晚该换天了。大王，今日此战胜负日活。枪挑汉阴，数员上将，怎奈敌众我寡，难以取胜。此乃天亡我处，非战之罪也。齐帮主，过了今晚，洛神集团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以后日化行业您就是土皇帝。等老子拿下姓陆的家底儿，在座的人人有汤喝。齐帮主，过大寿这么热闹。陆成风，你敢闯我的祖堂？内堂的兄弟呢？都给老子滚出来，把这个小赤胆剁成肉酱！许文强，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内堂的兄弟们呢？你把他们怎么了？老板，内堂所有兄弟已经拿到足额安家费，在后门列队等候差遣。不可能！他们跟了我5年，怎么可能被你几句话买通？帮主，你太老了，你克扣了他们3个月的粮饷，而我刚才用陆老板的名义给了他们每人500大洋，并烧了他们的卖身契。您的人，您的钱，还有这上海滩36个码头的地契，
我都已经替陆先生接管了。我玩了一辈子刀枪，最后竟然被一个书生用钱兵不血刃地断了老巢，可恨啊！属于你的拿片刀乱砍的时代结束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是昨晚才加入的兄弟。你们可能以为换了个当家的，无非是换个人继续收保护费。如果是这样，就大错特错了。从今天起，我定下3条铁律：第一，洛神安保旗下所有地盘绝对不准碰烟土；第二，所有逼良为娼的暗门子，今天日落前全部关停；第三，不许惹是生非、欺压百姓，听明白了吗？明白。老爷，四海商会昨晚被洛神集团拿下了。光头旗手下的几百人，现在全都穿上了西装，成了陆成风的助力。不仅是商场上的屠杀，现在连我最后的帮派屏障都被连根拔起了。这上海滩彻底变天了，属于我冯敬尧的时代正在被他无情碾碎。林书记，整整5万大洋，连带着10支德国原装的西蜀洋药，落款还是那个人，一生俯首拜教员。5万大洋，这绝不是普通的爱国商人能拿出来的手笔，能一次性抽调这么多现金流，且不惊动洋人钱庄的，整个上海滩屈指可数。林书记，这人到底是谁？有这么恐怖的财力和反侦查能力，我们却连他的影子都摸不到。你有没有想过，最近上海滩发生了什么大事？四海商会被连根拔起，所有的黑帮残余被整肃，全部禁止售卖烟土。能够一夜之间拿出5万现金，又有魄力烧毁日进斗金的烟土生意的，只有一个人：洛神集团。陆成风，那个大资本家，他是咱们的人。老板真是不看不知道，四海商会留下的那5家地下赌场和暗场馆，简直就是聚宝盆。这半个月的净流水，竟然不比咱们卖香皂赚的少。老板，您这是干什么？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啊！这是带血的钱，我们不碰。这种底层的互害游戏会败坏洛神集团的声誉。所有这类场子，今天日落前全部关停，一块砖都不准留。老板，您的格局徐某敬佩，但洛神安保发展需要庞大资金，我们还需要想其他办法来填补窟窿。底层人的钱赚起来脏且薄，真正掌控财富的是租界里的洋行、大笨和军阀。我要在那儿盖一座不夜天，1楼演艺，卡座必须竞价演资，谁有钱谁坐。坐个板凳还要竞价？那不是板凳，是身份。卡座竞价激化攀比喻，减资制造阶级壁垒，绝了！法租界12号地块是最适合建造不夜天的地址。老板，那是被洋行和大买档赵家捂了3年的地。水极深，绝不是靠强买强能拿下来的。我不管水有多深，文强，3天内我要看到这块地的地契放在我的桌面上。许先生是吧？听说洛神集团陆先生风头很盛，但你们不过是卖香皂起家的暴发户。法租界12号地块是贵族资产，你们买不起的。许老弟，回去转告陆老板，胃口太大，容易撑破肚腹。那块地，我们是留着建远东第1大饭店的，真想要，行，100万现大洋，少1个子儿，免谈。查理先生，赵老，这个笑话并不好笑。我今天带来的是一笔绝对公平的买卖，地皮收购价15万大洋。15万？你疯了吗？先别急着拒绝，两位不妨先看看自己的身价。洋行、商船走私军火吃回扣的账本底单，还有海外瑞士银行的洗钱账号，这份大礼够你受的。
你们这是敲诈，是污蔑，巡捕房不会放过你们的。这些黑材料一旦明早扔上《泰晤士报》头版，查理先生挪用公款走私，大英帝国的法官会送你上绞刑架。至于赵老，商会洋人股东一旦查账，不用我们动手，他们雇的杀手今晚就会把你装进麻袋，沉入黄浦江底。两位，请。合作愉快，两位。陆先生，这是一群强盗，他们冲进工地，见人就打，还说不给他们商会3成干股做入场费，这块地永远别想盖起1层楼。老板，查清楚了，是附近把持沙石建材的3个小帮派干的，号称沙帮。我这就带兄弟们去把他们解决掉。把枪收起来，大白天的，经了租界的洋人巡捕不合适。告诉工程队，明天早上8点照常开工。丁力，今晚带人去一趟，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是，老板。大哥，今天砸得真痛快！那个洛神集团的老板就是个软蛋，咱们一砸，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明天继续堵门，非把那3成干股抠出来。怎么回事？停电了！有硬茬，抄家伙！留2个人洗地，把剩下的沙石建材强制买断契约留给他们的副手，不签，这就是下场。撤。推闸。太气派了，老板，偌大的中庭连一张8仙桌都没有，全是一些高脚圆桌，四周那一圈半包围的沙发卡座数量太少。要是遇上客满，这得流失多少生意？文强，这里不卖饭菜，只卖情绪。中间的高脚桌叫散台，不设门槛，但四周这36个卡座实行最低消费制。最核心的卡王，今晚谁出的剑多，谁才能坐下。如果在卡座上点了100块大洋以上的顶级香槟，安保会举着燃烧的冷焰火排成一列送上桌，这叫开酒仪式。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那一桌。竞价座位。这是在精准操纵人性的虚荣心与攀比欲。老板，这顶层的赌场，您打算摆几台轮盘和牌九？没有轮盘和牌九，那些全凭运气，太低级。这里只有百家乐和德州扑克。底牌、公共牌、下注、加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诈谎。手里的牌再烂，只要你敢加注，就能用心理战吓退对方。这根本不是单纯的赌博，玩的是概率学、心理战和资金管理。这里一旦成功，将会比开银行还挣钱。哟，这位就是陆大老板吧？老板您放心，我们手底下的姑娘伺候男人的功夫那是上海滩一绝。许文强，把遣散费给他们，拿了钱立刻消失。我要的是女公关，不是娼妓。陆爷别生气，以后有用得着姑娘们的地方，记得来找我。嘴里咬住这根筷子，笑的时候精准的露出8颗牙齿，多一颗少一颗都不行。把书顶在头上，穿上7厘米的高跟鞋，走1字步，书掉下来一次，扣半块大洋。倒酒的时候，展示商标必须正对客人。倒至高杯的1/3处停手，收瓶时手腕轻微旋转。做不到的，今晚不准吃饭。Excuse me. Yes. Cheers. Cheers. 老天爷，
这看着也太高级了。阿文、阿丽，最高级的交际从来不是靠出卖皮肉，而是提供情绪价值。我要让那些有钱人心甘情愿在不夜天大把掏钱。那些女公关年轻，懂英语，我不能只做一只被圈养的金丝雀。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程峰，我想去不夜天，我想陪你一起闯荡。好，我陆成风的女人本来就该有母仪天下的野心。大堂经理的位置还空着，你敢做吗？那有什么难的？大堂经理就交给我吧。那你去对面，我考考你。你就是这么倒酒的，连法文菜单都看不懂，也配站在这里？滚出去！对不起，先生，是我考虑不周，让您不悦了。我马上为您重新更换餐具与酒水，绝不会再出现半点差池。哼，手脚这么不利索，东西都拿不稳，餐巾掉了也不知道捡，眼里半点活都没有，怎么办事的？是我的疏忽，没能时刻留意您的需要，这就为您更换干净餐巾，稍后再为您添上热茶，您稍作歇息。客人当众斥责，你半句辩解都没有，只会低头认错，如此软弱，怎么镇得住场面，管得了手下？服务之本，先平克怒，再理是非。当众争执只会失了体面，扰了其他客人。真要管好场面，靠的不是脾气，是分寸与担当。该低头时不骄，该担当时不躲，这才配做大堂经理。好，不愧是我陆成风的女人，这个大堂经理非你莫属。陆夫人，老爷，华商总会的12个理事，还有颐和洋行、花旗银行的大北，全跑去那边捧场了，连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都派了车去。我如果不去，就等同于告诉全上海，我怕了陆成风。备车，带上重礼，我倒要看看他姓陆的今天能摆出什么龙门阵。卢卡斯探长，您可是治安长官，怎么干起给人看家护院的差事了？冯先生，陆老板资助了3万块大洋警务基金，大英帝国的绅士绝不跟金钱过不去。您请进。上海，云上海，你是 Welcome to City of Sleepless。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在不夜天面前，我的大酒楼简直就像乡下的茅草屋。小涟漪，谁知他们辛苦们夜生活的夜晚，让那乐声的海边。给我来一套你们这里最贵的酒。开酒仪式，致敬尊贵的花旗银行大办。给老子也来一套这种带烟火的，老子不能比洋人跌份儿。装什么清高？老子有的是钱，今晚跟老子回去。这2根大黄鱼就是你的。先生，您的金条似乎放错了地方。对不起，先生，我们不夜天的公关不
不提供特殊服务。如果您需要的是皮肉交易，出门左拐的4马路更适合您的品味。误会，我只是想请这位小姐喝杯酒而已，我自罚1杯酒。诸位，今晚洛神集团将限量发售100张至尊卡，持卡者享有专属卡座与免排队特权，并获得进入顶层隐秘俱乐部德州扑克密室的唯一凭证。此卡预存门槛1万现大洋。花旗银行认购5张，江浙商会认购10张。英国领事明天会见直系军阀代表。花旗银行下周准备抛售本土棉纱底仓。这哪里是娱乐场所？不夜天，分明是一个情报交换场。童老板的布局太恐怖了。滚开！瞎了你们的狗眼，敢拦老子的路！好标致的厨儿，在这脂粉堆里跟个仙女似的，老子今天算来着了。放开我！请你放尊重一点。装什么贞洁烈女？在这里卖笑不就是为了钱吗？来人，把他给老子扒了外衣，塞进车里带回军营。老子今晚就要他！这位少帅，我们这里姑娘们只卖艺不出台的。什么狗屁规矩？在这上海滩，我爹的枪杆子就是规矩。今天这女人老子待定了，谁敢多说半个字，老子当场毙了他，然后开炮平了你这破楼。别冲动，阿力，把枪放下。华帝手里有6万正规军，大营就在城外。你今天打死他，明天军阀的大炮就会把洛神集团轰成平地。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抢人，砸了咱们不夜天的招牌？开枪啊！你们这帮狗腿子，老子借你们10个胆子！动我一根汗毛，明天我爹的迫击炮就把你们全家炸成肉酱！少帅军务繁忙，多贪了几杯，这杯水全当晚清替不夜天给少帅接风洗尘了。既然你这么懂事，今晚你就替他跟我回。Votre Excellence le Consul Général, veuillez excuser cette installation. Un officier non autorisé est entré dans un établissement commercial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a déglaché son arme et a menacé d'utiliser de l'artillerie. Il semble que les forces locales tentent des forces locales, la paix autorité diplomatique. Et l'ordre public est saisi de la Sewanting Sivancil et l'ordre public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卢少帅，这里是法兰西的领地。如果你父亲想对法租者宣战，请让他递交外交照表。现在立刻收起武器，否则我将视为你对法兰西的武装入侵。这是个误会，领事先生，误会。少帅海量，刚才不过是开了个玩笑。今晚少帅在不夜天的一切消费免单，只愿少帅今后常来不夜天消费。咱们走着瞧。干得漂亮，我的女王。
3挺重机枪，上千把步枪。只要对面一开火，兄弟们几秒钟就会被打成筛子，这根本没法打。闪开！都给老子闪开！你就是姓陆的？老子前线打仗缺军饷，今天特地来找陆老板画点圆，借200万现大洋。老子只给你半个小时，见不到钱，外面的重机枪立刻开火，炮轰不夜天，男的杀光，女的带回军营充当军妓。永征，退下。大帅为国御敌，劳苦功高，这军饷，陆某出了。面对200万的天价和我的枪口，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小子城府太深。200万大洋的不记名本券，随时可以去法租界花旗银行提现。不过作为抵押，大帅停在吴淞口那4艘德国军火走私船的提货单得留在陆某这里。大帅，钱拿好，不送。哈哈哈哈哈！好，陆老板果然是个识时务的俊杰。这些资本家生意做得再大，在老子的枪杆子面前，狗屁都不是。大帅，那4艘德国军火走私船里的东西就这样给他了？放你的臭狗屁！我就是把军火送到他面前，他敢要吗？他吃了雄心豹子胆。大帅英明。老板，为什么？那可是200万大洋的血汗钱，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这帮狗军阀这么羞辱您啊！拿什么拼？拿冲锋枪去跟马克沁重步枪对扫，还是拿兄弟们的肉体去挡迫击炮？你们记住，个人武勇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什么都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既然敢拿我的钱，我就要他的命。那200万大洋是我提前给他买的棺材。老板，卢大帅拿到200万，后勤得到喘息，他手下3万正规军吃饱了饭，我们短时间内很难出这口恶气。你错了，文强，他已经是个死人了。所有人都以为卢大帅的死敌孙传峰在渭南休整，但孙传峰的5万精锐早就暗中顺江而下，最多半个月，他们就会从杭州湾登陆，发动致命奇袭。卢大帅后方空虚，是个将死之人。现在我要教教他什么是现代资本手段。卢大帅为了养军，这半年在江浙强行发行了军用券，他用刺刀逼着商户和百姓用现大洋兑换，这种纸币没有黄金储备背书，全靠暴力维持。一旦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出，军用券的信用体系将在瞬间被崩。文强，我要你把那200万10倍、100倍的抽回来，调集洛神剩下的所有现金，动用地下钱庄的信誉额度，把杠杆拉到最高。明天开始，暗中疯狂吸纳市面上所有的军用券，我要做空它。老板，半个月的时间太长，万一卢大帅拿着200万大强，提前察觉孙传仓的动静，巩固了防线，战局一旦僵持，我们的巨额做空资金就会被套毛爆仓。所以我等不了半个月。50万大洋的本票，还有卢大帅军城防火力部署图，我要你亲自出城，去一趟孙传芳的先遣军大营，把图和开包费送给他们。不用等半个月，3天内给我提前发兵，我要用钱砸开卢大帅的棺材盖。明白，我今晚就化妆出城。一旦军用券血棒，前线溃败，卢大帅狗急跳墙，一定会疯狂反扑，不夜天和陆公馆首当其冲。丁力永贞，带上剩下的所有钱，立刻去法租界黑市找走私军火的德国商人和美国水手。不要破步枪，我要清一色的汤姆逊冲锋枪、德国长柄手榴弹和最新式的防弹背心，把陆公馆连夜打造成钢铁堡垒。这次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现代火力网。哼，走私要伤，这荒郊野岭的，连条野狗都不敢乱窜。我看你是卢大帅派来的探子，来人，拖出去毙了！王旅长，如果杀了我，你不仅会失去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上海的机会，
更会错失50万现大洋的真金白银。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是卢大帅目前在上海周边防区的兵力部署与城乡火大图，连哪几个机枪阵地缺少弹药都标得清清楚楚。卢大帅前线缺饷，但他刚从我们老板那里弄到200万大洋。如果你们按原计划半个月后再发兵，他早就拿这笔钱买足军火，安抚了哗变的士兵。到时候你们再打，就是用弟兄们的命去填绞肉机。5万大洋的金条做见面礼，加45万的花旗本票做军饷。拿钱拿图，3天内提前发兵。好一个胆大包天的书生！回去告诉你们老板，3天内老子的先遣军必将卢大帅的后方捅个底朝天。过了今晚，洛神集团将不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谁敢踏进这扇铁门半步，格杀勿论。9点开盘了，所有账户把我们这3天囤积的军用券，以低于官方指导价30%的价格，全部砸盘抛售，马上葬！号外！前线大败，孙传芳大军打过来了，卢大帅准备卷款跑路了，军票马上变成废纸了。拒收军用券，只要现大洋。退钱，把血汗钱换成大洋。完了，全完了。前线3万兄弟今晚连买米的钱都发不出来，这军饷断了，肯定要哗变。卢大帅的好日子到头了。废纸！老子发行的军票，谁敢说是废纸？大帅息怒，查清楚了，今天早上带头低价砸盘抛售运用券的资金源头，全是指向法租界的洛神集团，是陆成风。好一个陆老板，传老子的军令！调回老子身边最精锐的督军警卫营，带上迫击炮，给老子回法租界踏平陆公馆，挖地3尺，也要把洛神的金库挖出来发军饷。所有女眷、账房先生，带上核心财物账本和现金，立刻撤入地下防空洞。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上来。大嫂，这个留给你防身。我拿枪只会成为累赘，守住大门是你们男人的事，保住洛神的家底是我的事。我等你下来吃宵夜。第一连上刺刀，给老子把门炸开，冲进去，鸡犬不留！冲进去，抢钱，抢女人！30名，20名，15名，打！
他们，不留活口！把那2门迫击炮给老子架起来，轰平那座主楼！擒贼先擒王。有狙击手在钟楼上隐蔽。力哥，弟兄们的冲锋枪子弹快打光了，每人手里只剩下不到2个弹匣。通知兄弟们上刺刀，等他们下一次冲进来，我们跟他们拼了！把刀收起来，不需要肉搏了。算算时间，许文强那边应该已经得手了。督战队听令，谁敢后退一步，当场格杀！全军上刺刀，给老子发起最后一次冲锋！营长，完了，全完了！前线急电，孙传芳的5万精锐突然从杭州湾登陆，直接捅了我们的老巢。主力部队因为军用券变成配置，发不出军饷，全线哗变溃散，我们已经被彻底包围了。大帅败了，我们没活路了，我们没活路了！回来！都他妈给老子回来！我的3万大军，我的江山竟然被一个商人用金融手段给搞垮了。丁力，带上50名弹药充足的兄弟，备车，跟我去一趟卢大帅的指挥部。老板，您是要去亲手宰了那个老王八蛋？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我要的是他手里最后的那点剩余价值。陆老板，你赢了，老子输的心服口服。你这种折辱人的手段算什么英雄？我杀你毫无价值，这2根金条给你当盘缠。之前抵押在我手里的那批德国军火，从现在起正式归洛神了。另外，我要你亲笔签发一份残部改编授权书。你简直是个疯子！你就不怕孙传芳和洋人把你当军阀剿了？这不是你操心的问题，签了字拿上钱滚，不签我就把你捆起来送给孙传芳。陆成风，今时今日你赢了，但上海滩风起云涌，你不可能一直赢。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建兵河，眼看他楼塌了。丁力、马永琛，带上5万现白洋的军费。是，老板。今晚我要你们在城外拉起一支能打硬仗的正规军，挑那些没有吸过大烟、打过3年以上老仗的兵油子，告诉他们，只要跟着我陆成风，军饷按月足额发放，顿顿有肉。给谁当兵不是当？只要签了这份卖身契，每人先发10块大洋的安家费。抽大烟的滚蛋，拿过枪杀过人的站右边。我的亲娘娘！有了这批顶级装备，咱们洛神安保的火力绝对能把上海滩任何来犯的帮派打成筛子。老板，幸不辱命，孙传芳的先遣军彻底击溃了卢大帅的残部，占领江浙全境。为了感谢我们，孙传芳发了通电，绝不侵犯法租界，并且默认了我们接收这批卢军装备。知道了。现在是时候和那些西方列强正面掰一掰手腕了。先生们，那个名叫陆成风的黄皮猴子最近胃口太大了，他搞垮了冯敬尧，收编军阀溃军，还买到了大炮。如果我们不敲打这头猪鹿，
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远东的餐桌上就没有我们大英帝国的位置了。皮特先生打算怎么做？用租界驻军去剿灭他吗？动用军队太粗鲁，容易落人口实。洛神集团有钱有枪，但没有海外渠道。我已经联合4大洋行下达禁令，锁死所有进入上海的海外粮食货轮，切断盘尼西林等初级西药供应。我要让整个上海滩的华人连1粒米、1片药都买不到。那个姓陆的想活下去，就必须跪着爬到我面前，交出洛神集团90%的股份，并遣散武装。我是我先发现的，不给，老子都快饿死了。老板，出大事了！洋商联合实行经济封锁，市面米铺断粮，洋药房关门拒售。这帮洋鬼子要用全城老百姓的命逼我们洛神就范。老板，第3码头出人命了！刚招的装卸工买不起高价米，2个兄弟饿晕在货箱旁，摔断了脖子。工人们去颐和洋行讨要拖欠的血汗钱，皮特直接放出印度巡警，用带铁钉的警棍把几10个兄弟打得头破血流。红毛鬼子欺人太甚，老板您下令吧，我带兄弟们冲进租界，把皮特干掉。回来。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我们要文武兼备，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民意物价，发放薪水，还我血汗钱，我们要吃饭！求求领事老爷，发发慈悲吧，给我1粒退伤药，我的孩子快烧死了，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真是一群毫无教养的野蛮！上尉，这些肮脏的苦力影响了领事馆的空气质量，清场吧。皮特先生，外面有数千人，如果使用武力，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流血事故。在远东死几个华人，比死几条野狗还要微不足道。用子弹教会他们什么是租界的规矩。长官，求求您，只要1粒药。预备，开火！洋人开枪杀人啊！老板，咱们手里有500杆枪，有大炮，只要您一句话，我丁力今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带着兄弟们把那个皮特的狗头剁下来。回不夜天。在我的地盘上，黄头发绿眼睛的畜生也得给我守规矩。如果今天咽下这口气，赚再多的钱，在洋人眼里也只是一头待宰的肥猪。没有脊梁的资本家，终究是蝼蚁。老板，你就让我带兵去帮死去的老百姓报仇吧。丁力，带兵打租界，一旦火炮开火，停在黄浦江上的英法远东舰队会在半小时内用舰炮把整个洛神集团夷为平地。你是在拿所有兄弟的命去送死。他们喜欢垄断，喜欢掐断经济命脉，那我就从根子上把他们勒死。文强，你去发动罢工，通知全上海所有的华人工会，告诉他们罢工劳工的口粮和薪水洛神集团全包了。我要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前，让租界听不到任何华人的机械声。明白？釜底抽薪，绝对让这帮洋老爷生不如死。晚清，调动洛神所有的海外资金，避开英法洋行，去黑市找俄国走私商和美国船主，高价买粮买药，把物价给我强行砸平，保住老百姓的命。交给我。永振，挑12个身手最好、精通潜入的兄弟，换上夜行衣，血债必须血偿。我要让下令开枪的洋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得令。许先生，不是咱们工会的兄弟怕死，洋人当街杀人，
我们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可是如果罢工，家里老婆孩子明天吃什么？停工一天，全家就得活活饿死啊！这是洛神集团拿出的100万现大洋专项罢工基金。我们在城外的秘密粮仓囤积了足够全上海劳工吃上3个月的米面。陆老板发了话，罢工期间，所有兄弟的口粮和底薪，洛神全包。就算把底裤当掉，也绝不让一个华人因为挺直脊梁而饿肚子。好，有了陆老板这句话，咱们还有什么好怕的？老子今晚就去挨家挨户通知，明天谁再去给洋人卖力气，谁就是汉奸。该死的猪篓，越来越不懂规矩了。厨师、女佣、司机全不见了，连汽油都没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街上连影子都没有一个，黄包车呢？扫大街的呢？人呢？华人罢工，自来水厂停工，发电厂停摆，连冲厕所的水都没有。原来远东第一大都市离了这群苦力根本无法运转。皮特，这就是你所谓的远东野狗。现在这群野狗卡住了我们的脖子，我每天都在损失成千上万法郎，再不镇压暴民，我们所有人都要破产。够了！我已经下达了封口令，上海滩所有的报社都停发了血案的消息。只要消息传不回欧洲，我就能在上海为所欲为。哼！等那帮华人带来的罢工资金耗尽，他们自然会像狗一样跪在地上求我们给饭吃。皮特以为这是大清朝吗？封锁国内报纸就能掩盖真相？海外渠道打通了吗？全办妥了。我们砸出2万大洋，重金买通了15名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独立记者，把相机拍下的高清屠杀现场照片分批藏进美国商船夹层，送往旧金山和伦敦。立刻通过电报发稿，不要软弱的申诉，标题就叫上海滩屠杀，大英帝国文明的血腥伪装，把母亲和婴儿中枪的细节无限放大。我要让欧美社会看看这群畜生的真面目。英国外交部剥夺大本职务，送交伦敦军事法庭审判。罚 K， 这不可能！这群华人怎么可能操控欧美的报纸？Peter， 你这个蠢货！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国内财团下达了最后通牒，你不仅毁了帝国的声誉，还砸了我们所有人的饭碗。一范，我不管你用炸弹还是毒药，在这个周末结束前，我要看到陆成生的脑袋摆在我的办公桌上。皮特先生放心，杀人我们是专业的，明晚午夜我会亲自带人潜入陆公馆，割断他的喉咙。皮特以为租界的专线绝对安全，他不知道法租界电话局的核心接线员全是咱们的华人兄弟，领事馆的每一通电话都被人工搭线接到了咱们这里。既然猎物急着送死，那就提前送他们上路，拿上坐标，1个小时内把这群白俄雇佣兵和日本浪人拔除。不用带枪，用刀，我要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老板放心，干这种活兄弟们最拿手。把这些要命的贪污账本，连同带血的刀片，一起钉在他们睡觉的枕头边。我要他们睁开眼的时候，吓得跪地求饶。5个高层今早全部递交了辞呈，还把死伤劳工的赔偿金主动送到了洛神集团。他们昨晚连睡觉的枕头都被人钉了血刀和罪证，我们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陆成风根本不是人，是魔鬼。没有痕迹，没有指纹，悄无声息潜入床边，太可怕了。再不低头，下一个在睡梦中被死神收锅的，就是我。陆先生，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我的时间很宝贵，皮特先生。你们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陆先生，贵公司组织的罢工严重破坏了租界秩序。我们可以谈判，但前提是你们必须立刻恢复供水供电，这是不文明的恐怖主义行为。Uncivilized, Mr. Pete. When you suppress civilians with bullets, why not think about the British Empire, the stock price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Your arrogance just made Jarry Matherton. £3 million of market value evaporated in the Far East.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board of directors will protect you, this foolish executive? Still protecting their wallets? 一个华人怎么会有这么纯正的大英帝国的贵族发音？现在闭上你的嘴，听我的规矩。诸位，不要跟我谈什么租界秩序。根据万国公法第37章，以及你们大英帝国本土颁布的贸易征番法，劳工罢工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合法抗争手段。你们动用正规军向平民开枪，这叫屠杀。照片和胶卷已经随着美国商船离开吴淞口。只要我一句话，明早欧美所有的报纸都会把你们塑造成屠夫。到时候不用我动手，你们国内愤怒的选民和暴跌的财团就会亲自把你们送上绞刑架。他竟然精通国际法，一旦这些法理依据被提交给日内瓦国际法庭，我们所有人都要被送上绞刑架。陆先生，您到底想怎么样？条件很简单，第一，彻底解除禁运，以后租界物资的定价权由上海人民说了算，洛神说了算。第二，赔偿死伤劳工200万大洋，少一个子儿，明天我烧了领事馆。第三，明早在座的所有洋商必须在全上海各大报纸头版刊登双语抱歉信。协议已经做好了，你们签不签？谁赞成谁反对？这不可能！
这会让大英帝国彻底失去威严。丁力，告诉外面的兄弟，今晚继续去租界收垃圾。是，老板。我欠，我欠！诸位，对于当前局势，你们怎么看？陆成风已经骑到我们脖子上了。陆成风能起事，得益于他的洛神集团。没了洛神集团，他就是一只没有爪牙的土狗，不堪一击。洛神集团现在是个庞然大物，你有什么办法让它垮掉吗？股市，中国人不懂股市，我们用金融手段去收割它，然后再让它肉体消灭。号外！列强集头，大英帝国商党会向全体华人赔罪。百年屈辱，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啊！今日，我华夏子孙终于挺直了脊梁。我们终于赢了！洋人并非不可战胜。多亏了陆先生的洛神集团，陆先生是上海滩的救星。开仓卸货，洛神集团开仓放粮，所有大米恢复1块大洋原价，抗生素、西药全部按成本价敞开供应。谢谢沈夫人，陆先生和沈夫人真是大善人啊！陆先生，我代表巴黎工董局总部正式邀请您出任法租界工董局最高核心董事。从今往后，您在租界拥有绝对的政治豁免权与1票否决权。回去告诉你们巴黎总部，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在租界所有洋人一样要依法办事，不能欺凌中国人，不然我陆某人绝不答应。陆先生所言极是，我们理解并尊重陆先生的爱国情怀。姓陆的，你嚣张不了多久了。陆先生胆子好大，竟然敢跟洋人作对。陆先生救了我们一家，如果没有陆先生，我们全家8口人已经饿死了。谁敢反对陆先生，我就反对谁，誓死支持陆先生。从今天起，大上海由华人说了算，这上海滩的规矩由我陆成飞来定。在上海滩，光有钱杀不死陆成风。去备车，去虹口日本侨民区，我要见那个日本人。处置先生，这500万大洋是敲门砖，只要三井财阀肯出手除掉陆成风，洛神集团名下的工厂码头，我们冯氏商会只拿3成，剩下的7成全部归三井财阀。风先生，现在的你在陆成风面前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你觉得三井财阀会跟你这种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合作吗？陆成风现在有东风安保几万人撑腰，公赌局也给他亮了绿灯，硬拼，整个远东没人是他的对手。你们三井财阀难道也怕了他？陆成风的实业版图确实庞大，但他的狂妄恰恰是最大的弱点。只要是上了交易桌的筹码，就没有我厨制吞不下的肉。硬拼是野蛮人的做法，陆成风是个自大狂，他居然把洛神日化和东风物流这2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挂在华商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上市又怎样？他手里现金充足，根本不怕别人买他的股票。所以说你是个只懂打打杀杀的土老帽，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华尔街的金融绞肉机。只要他在股市里不需要动一兵一卒，我就能让他倾家荡产。怎么做？这500万大洋留下做底仓，我会代表三井财阀从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调集2000万大洋的国际游资，我会动用10倍杠杆对他发起恶意做空。在资本的规则里，我要活生生剥下他洛神集团的皮。洛神日化再涨2角，现价10块5毛。东风物流涨1角5万，给我买1000股洛神日化，这可是上海滩最稳的摇钱树，买到就是赚到。我也加仓，陆先生当了工董局董事，洛神的股票明天还得涨停。买单多少？是获利盘回吐吗？截住就是了。不是回吐，是天量抛单。有人挂了5万股的卖盘，不，10万股、20万股，全是市价砸盘，不计成本。跌破开盘价了，
还在跌！我的老天爷，这是有人在倒大米呀！卖，快给我卖！别管多少钱，赶紧把我的陆神股票抛出去！朱志先生，大日本帝国证金银行的2000万大洋已经全部进入保证金账户，我们向券商借据的洛神股票已经抛出了30万股。继续借，券商手里有多少陆神的股票，全部用10倍杠杆给我融出来，直接砸进市场。可是先生，现在市场上的散户已经发生踩踏了，洛神的股价已经跌破了发行价，再砸下去，如果陆成风拿现金来托盘，我们的借券利息会非常高。陆成风的现金流都在工厂和码头里，他就算想调动资金也来不及了。这场闪电战，我要在1天之内把它打穿。你懂什么？散户的恐慌是会传染的，告诉交易席不要停。我要让大黑板上的数字今天就归零。我要让整个上海滩知道，实业在资本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号外号外！华商奇迹陨落，洛神集团股票暴跌，2小时蒸发1半市值。完了，洛神集团爆雷了！报纸上说有国际资本在绞杀陆先生，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全买了东风物流的股票啊，这下全打水漂了。陆先生这棵大树难道也要倒了吗？开门！叫你们陆老板出来！外头报纸都写了，你们洛神马上就要破产了！大家不要乱，货款结算日还没到，洛神集团从来没有欠过大家1分钱，股票都跌成废纸了，谁还等结算日？今天必须把尾款结清，不然我们就冲进去搬机器抵债。由于洛神集团在证券市场的数值发生毁灭性缩水，你们公司的信用评级已被降至最低。但这笔500万的新贷款是我们上周就批下来的，我们还要建新厂。并且从现在起，请你们准备好充足的保证金，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债务清算。冯先生，听听街头那些哭喊声，陆成风的资金链已经被我彻底切断了，银行断贷，供应商逼债，他在股市里的钱已经被我抽干了。痛快，太痛快了！陆成风仗着自己有几杆枪，就敢吞我的产业。明天一早，我要亲眼看着他从这栋不夜天的大楼上跳下来。他陆成风抢走我的东西，明天我要连本带利的全拿回来。愚蠢的支家人，等我彻底弄死陆成风，冯氏商会也一样是我的盘中餐。为陆先生即将到来的跳楼破产干杯！老板，对面那2个王八蛋在开香槟庆祝，他们在玩阴的。老板，您发句话给我50个敢死队的兄弟，我现在就冲到对面，把那个叫竹志的洋鬼子和冯敬航乱枪打成肉泥。把枪放下，杀一个买卖容易，但现在全上海滩的股民都在看着洛神，你要是开了枪，洛神集团就真成了仗势欺人的黑帮，名声就彻底臭了。文强，外面银行断了咱们的贷款，要账的都堵到工厂大门了，再不反击，咱们的底裤都要被那帮洋人扒光了。丁力，金融战场上动枪，等同于向整个国际资本界宣战。你嫌落实死得不够快，可是老板，我们就这么干看着他们砸盘，鱼儿已经咬死了钩，把所有的底牌都砸下来了，现在收网太早了。他们借了那么多股票来做空，总有一天是要买回去还的。跳梁小丑，就让他们先笑一笑，把枪收起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号外，股市崩盘，股价狂跌，市场一片哀嚎。洛神的股票跌得好惨，不行了，再这么跌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的股票就会被交易所强制清盘退市的。夫人，请立刻向陆先生请示，必须动用保险库里的现大洋，拿出500万大洋去托市，也能稳住股价，不然催债的明天就能把工厂搬空。去股市里托盘，用我们赚来的血汗钱去填无底洞。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没有陆先生的亲笔签字，洛神集团账面上所有资金池全部进入最高级别冻结，谁敢擅自挪用1块大洋救市，立刻按家法处置，逐出洛神。老板，乔治那边的抛盘太凶猛了，如果明天交割日我们还不反击，洛神的牌子就真砸了。砸了，那就让他砸个粉碎。你们真以为我会把洛神的命脉放在股市里任洋人揉脱？这2家上市公司不过是我半年前剥离出来的空壳诱饵。空壳？这些重资产早就被我通过股权交叉协议，全部抵押转移到了瑞士银行的匿名不记名账户名下。股市里的洛神跌到0，真正的核心资产也连1根毫毛都不会少。既然猎物咬死了空钩，
把底牌砸下来。晚清，我们的屠刀磨好了吗？程峰，一切就绪，5000万大洋已全部通过上百个匿名外资账户全部就位，整整5000万的现金子弹全部上膛，随时可以大开杀戒。砸！给我继续砸！把杠杆拉到最高！朱志先生，最后500万股的做空砸盘单已经全部挂出。只要这单砸下去，洛神集团将彻底从上海滩的股票黑板上消失。哈哈哈哈哈哈！陆成风，我冯敬尧终于等到了你的死期！异动！有恐怖的买单异动！疯了，全疯了！有庞大的神秘游击在暴力扫货，是不设上限的市价单，全盘通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整个远东哪来这么多现金来接我的10倍杠杆抛盘？去，立刻去给我借股票，继续给我砸！朱志先生，借不到了。市场上根本借不到哪怕1张洛神的股票了，所有抛出去的流通股已经被那股神秘资金全部吸干了。流通股被彻底吸干，我们从猎人变成被困死在笼子里的猎物。文强，这到底是咋回事？怎么那个叫九志的洋鬼子借不到股票就死定了？阿丽，记住，除志用来砸盘的股票是向券商借来的，这叫做空。到了明天交割日，他必须从市场上把这些股票买回来还给券商，否则就是违约，保证金全部没收爆仓。可是现在市面上的股票全被咱们用5000万海外资金扫光了。没错，这就叫拿空。除志明天必须买股票还债，但他能买到的所有洛氏股票都在我们手里，他不买立刻爆仓。他想买，价格由我说了算。就算我把一张草纸标价100万大洋，他也必须跪在地上掏钱买走。楚志先生，更可怕的是利息，因为10倍杠率加上无法归还股票，券商的融资难耐利息正在以每小时几10万大洋的速度吞噬我们的本金。帮我想尽一切办法筹措资金，背水一战！文强，挂单吧，把我们手里所有的股票全部挂出去。老板，挂多少钱？做空前股价的50倍。股市交易时间结束。楚志先生，完了！因为50倍的天价平仓，2000万本金清零，加上10倍杠杆反噬，我们现在倒欠券商和财阀总部将近1000万大洋巨债。で、どたさまでございますか？お助けください。運転資金としてあと500万ドルください。きっと状況を好転させられるはずだ。お前は愚かなクズだ。道井財閥はあなたのような仲介者を必要としていない。謝罪の印として彼に切腹させればいい。不，我没有输，我是高贵的3金买人，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华人暴发户？
500万棺材本没了，背靠的国际财阀大树也倒了，我冯敬尧的死期到了。快扶我回去，回公馆！里面的人听着，冯敬尧已经破产了，1分钱工资都发不出来。凡是放下武器走出大门的，洛山集团每人赏5块现大洋，既往不咎。敢开一枪的，乱枪打成肉泥！别过来，陆成风！你逼死我，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的枪里连子弹都没上膛，手发抖是拿不住枪的。这是你作为曾经的上海滩大侯唯一的体面。别逼我让外面的兄弟进来，把你剁碎了扔进惶恐江喂狗。今后冯敬阳的一切产业都由洛神集团来接手。洛神集团文有许文强，武有丁力马永成，在上海滩已经势不可挡了。听说陆先生还有位贤内助沈婉清夫人，也是智慧与美貌无双，是上海滩第1名媛。程峰，清盘结束了，这3天的挠空战役，我们吃下了冯敬尧的全部实业，离岸账户净赚了2500万现大洋。皇帝还不差恶兵，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我吃肉绝不让你们喝汤。300万大洋作为花红，你们3个平分。另外，所有参加行动的安保兄弟，每人发500块大洋安家费。老板，丁力这条命下辈子也是您的。谢谢老板。实业、武装、政界、帮派，现在这上海滩只有一个声音。洛神集团免费施粥了。感谢洛神集团，感谢陆先生的大恩大德。陆先生是天上的菩萨降世，一定长命百岁。洛神商会定下新规矩，全上海不许卖大烟，华商抱团免关税。婉清，还记得当初我们住在贫民窟的日子吗？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借了人家高利贷500大洋，差点连媳妇儿都被人抢走了。就是不提。我答应过你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做到了。你看这上海滩的繁华夜色，这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一个属于我的大时代才刚刚开始。好纯的货，这次一定干一票大的。陆成风断我们的财路，我们就用这东西为他的华工。哈哈哈！只要那些苦戏染上瘾，洛神集团有再多金条，也会被活活拖死。大英帝国和日本黑龙会联手，这是我们在上海滩翻盘的最后底牌。加快生产速度。老板，公共租界边缘的废弃印染厂，是皮特和黑龙会搞的地下制毒工厂，里面全是提纯的化学毒品，鸦鞭和大烟，毁了我们这个民族整整100年。我不管这背后站着哪个外国势力，胆敢用毒品荼毒上海人民，我就让他彻底消失。
我要你们以正规军扫荡的姿态，将这个工厂轰成平地，一只苍蝇都别放跑。是，老板。有人偷袭！差不多了，可以清扫战场了。你们进去把所有烟土制品全部收集起来。各位来宾，各位同胞和兄弟，我陆某人今天在此郑重宣誓，有我陆成风在一天，上海滩绝对不允许有烟土的存在。好，陆先生大义，这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我们终于取得了鸦片战争的胜利，陆先生真乃沪上第一人。这个陆成风不简单啊，做事占据了大义，名望如日中天。上海滩恐怕要改姓陆了。黑龙会那些废物，做点事情也做不明白，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真是废物。看来只有使用最后一招了。你说我们通过联合禁运的方式来逼迫陆成风，会达到效果吗？请不要怀疑我们法兰西与大不列颠帝国的实力，他陆成风再强，还能跟我们两个强国斗吗？洋人想用停止出售机器和化工原料的联合禁运，来卡死我们的工厂，想逼迫我们华人世世代代给他们做苦力。诸位，你们怕了吗？陆先生，没有大英帝国的机器，你们华人的工厂连一匹布都织不出来。接受现实吧。给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诸位，洛神集团动用海外5000万大洋，已经直接通过大洋彼岸的美国独立财团和德国私营重工，全款订购了10艘万吨级货轮的工业母机与化工原料，从最先进的发腆中继到最纯净的工业硝酸，洛神海外供应链全部以低于洋行20%的价格向所有华商无限供应。陆先生万岁！我们终于能够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了。多亏了陆先生，陆先生乃实业救国第一人。从今天起，正式成立泛亚华人商会联盟，在整个远东，以后做生意的规矩由我们华人自己说了算。不愿遵守规矩的洋人，现在立刻从我的地盘上滚出去！你们会后悔的。陆成风，我们能不能坐下谈谈？我上个月还请你吃过饭呢。我李某人愿誓死追随陆先生，为陆先生马首是瞻。老板，咱们洛神安保现在威风八面，新收编了几个堂口，兄弟们拜了把子，喝了血酒。我寻思着下个月再开个香堂，把外围兄弟全收进门。堂口拜把子开香堂，阿力，你都穿上西装了，怎么还想着去穿跑鞋？洛神集团马上就要参与大国之间的重工与军火博弈，我们的眼光要深远一点。从今天起，废除所有旧帮派建制和山头，全部改为班、排、连、营的现代军事建制。跟我来。这装备比洋人的正规军还要精良啊！从今天起，正式注册东风特种安保集团。脱掉那些花里胡哨的保安衣服，全部换装。起步，走！
守卫华夏，护国护民。守卫华夏，护国护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长官，他们越界了，我们需要干涉吗？干涉？那你的脑壳去读跑送吗？只要他们没开枪，全都给我装作没看见。那个姓陆的华人呢？难道他害怕法兰西帝国你的外交制裁，躲起来了？我代表巴黎内阁，今天必须褫夺他在公董局的核心董事席位。杜扎尔阁下，您的傲慢与您的见识一样贫乏。陆先生正在视察重型工业园区，没时间听你们的废话。我是洛神集团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经理沈婉清。一个女人也敢在公董局放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陆成风的特权被无限期剥夺。如果你们敢反抗，我们将调动远东舰队，把你们的产业夷为平地。杜维尔先生，在动用你们的军舰之前，先看看这个。法国政府过去3年通过远东银行发行了海量高息国债，洛神集团内的海外公司已经掌控了法国远东银行整整30%的核心债务。30%，这会扼住我们殖民经济的脖子。只要我丈夫陆先生有任何事情，明天早上伦敦交易所一开盘，我们就会把这些国债在国际市场上无底线抛售做空。最多3天，法国远东银行将彻底破产，法郎体系在欧洲全面沙正，几百万法国人将流落街头。杜瓦尔先生，当愤怒的法国民众知道是因为您的傲慢导致他们破产，他们会不会把您送上断头台？沈夫人，这一定是巴黎政客的误会。为了表彰陆先生的贡献，我代表法国总统颁发法兰西最高荣誉军团勋章。洛神的特权永远神圣不可侵害。杜尔瓦先生，我代表陆先生接受你的友谊。今年海外金融收割加上国内垄断利润，已经突破了1亿现大洋。我们在瑞士银行的金库快堆不下了。1亿大洋买不来和平，也挡不住敌人的坚船利炮。在即将到来的国运之战中，能决定民族生死的只有重工业。我要将天量财富全部转化跟中业组成的钢铁长城。文强，动用海外中立国空壳公司，不计代价，是向德国、美国全盘引进最顶尖的炼钢炉和精密机床。永贞丁力带最精锐的特战大队，加紧训练我们的安保部队。看仔细点儿，别让黑龙会的间谍闯进来了。放心，我眼尖得很，黑龙会赶来，我送他们去见祖宗。这艘15000吨的超级货轮使用了军舰级特种钢，甲板下预留了双联装大口径舰炮底座，随时可以改装成重巡洋舰。这就是大国重器，这就是大国重器。下水！我们终于有了第一艘万吨巨轮，我们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老板，跟随您是我这一生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阿文，前路还很艰难漫长，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一切为了华夏。今晚任务极其重要，切下德国首席武器工程师施密特的头颅，炸毁枪械生产线。大日魔帝国绝不允许支那拥有那个兵工厂。このバカ誰だ？杀！一个活口都不留。クソツ！あのクソシナ豚どもめ！
このシナバタ野郎、殺してやる！马教官，马教官，没事吧？没事吧？我马永贞从山东一路要饭来到上海，总算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呸！狗日的黑龙会，来一个老子杀一个！有了这些兵工厂作为保障，我们再也不会被别人称为东亚病夫。这才是我陆飞升真正的火种计划。现在世界时局混乱，用不了多久，全面战争必将爆发。我要让这批源源不断的钢铁火种彻底撕碎侵略者的美梦，让列强的铁蹄在洛神的枪炮面前灰飞烟灭。老板，我们的人才储备快断层了，钢铁厂有德国平炉，兵工厂有冲压机床，可是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人去操作和研发。那些旧社会的酸臭才，满脑子四书五经，连基础化学方程式都看不懂。我们现在只能花10倍天价去欧美请洋工程师。长此以往，洛神的重工命脉依然会被洋人变相卡住。没有人才，那我们就自己造。2000万现大洋，在上海远郊买下3座山头。我要在1年内看到一座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顶尖的综合性学府——洛神大学拔地而起。2000万大洋，这足够买下半个上海滩的厂房了。您真要全投在这群学生身上？听好规矩，不需要文学院，不需要旧式大竹，重金去欧美各大理工学院挖最顶尖的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教授，面向全国贫寒学子招生，只要通过考核，学费食宿全免，发高额奖学金。毕业后直接给洛神宁工集团高级工程师编制，分房分车。我要把全中国最聪明的脑袋全部吸收到我麾下。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曾经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也许会问，洛神集团为什么要砸2000万大洋供你们读书？因为我要你们救国！对，我要你们救国！文章诗词救不了现在的中国，尊严在大炮的射程里，真理在剑锋之上。去算化学方程式，去造枪炮，去建工厂，谁敢奴役我们，我们就让谁粉身碎骨，明白吗？明白！为中华之崛起，为民族之脊梁，去疯狂的读书吧！洛神将为你们提供所有后勤保障。为中华崛起，为民族之脊梁。新中华万岁！真理万岁！新中华万岁！真理万岁！顽强，替我自由。你看到了吗？我带着你的遗志在前进，我还要为了全中国无数同胞的自由而奋斗。等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再来陪你。老板，今年的任务我完成了。黑龙会在上海的余孽我全部肃清了，沾毒的、逼良为娼的帮会恶势力，我也整肃了一遍。现在整个上海滩只有我们洛神说了算。老板，洛神金融在纽约和伦敦离岸资金已完成对西方游资的最后一次收割，泛亚商会确立了全亚洲的贸易定价权。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洋行大洞，现在每个月都要来向我递交财报，祈求洛神给他们留口汤喝。您帮我实现了实业救国的宏愿，文强死而无憾。老板，5000名东风特战旅子弟兵已完成换装与特训，全员装备洛神兵工厂最新全自动火器，
全部忠于洛神集团，忠于您。乱世将至，风雨欲来，事业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程峰，楼下有位自称是南阳木材商的林老板求见，他没有预约，但态度很坚决，说有一笔关乎火种的大生意要跟你当面谈。阿丽、文强、永贞，你们先去忙吧，去把这位林老板请到我的2号隐秘会客室，告诉外面的安保，任何人不得靠近。陆先生办洛神大学造钢铁巨舟，不仅手眼通天，更有一颗济世救国之心。只是不知陆先生如此庞大的事业，是在尊奉哪位先贤的思想？我不过是个俗人，但我尊奉的是一位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人。一生俯首，拜教员。同志，我们找了你4年，整整4年啊！你瞒得我们好苦。林书记，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苏区，面临反动派的围剿，缺医少药，更缺武器。这里有一份提货单，1000支最新下线的半自动步枪，20万发子弹，10门60毫米迫击炮，外加5部大功率美式军用电台和1吨盘尼西林。陆同志，这相当于给我们送了一个主力德械团的装备啊！东风物流会用农机配件的名义，替你们把这批货送到指定地点。替我向那位伟大的教员问好，不管上海滩是黑夜还是寒冬，这里的星火，我陆成风替他护着。今天是除夕，外面这些排队的人都是来给陆先生拜年的。没想到那些洋人老爷也乖乖的来给陆先生拜年，陆先生面子简直大过天了。在上海滩，陆先生就是神。法兰西总领事皮埃尔阁下到，现南非极品粉钻1颗，祈求陆先生新年安康。北洋军阀张大帅代表到，现唐代名家真迹1幅，恳请落选兵工厂下月拨付500支半自动火枪份额。马永琛先生，关于租界边缘的防务换防问题，我们大英帝国驻军希望能和洛神安保。租界防务，洛神安保说了算。4年前的那个雨夜，你甚至准备好了老鼠药。你当时觉得我一定会拿着这只镯子跑路，对吗？不，程峰，从你用刀拦住那些把手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的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问。你是喜欢以前那个当小混混整天吃喝嫖赌的我，还是喜欢现在穿着西装人模狗样的我？我觉得你就像变了一个人，我更喜欢现在的你。前世的惨剧终于弥补，我这颗跨越100年的灵魂终于完成了世纪救赎。